我老公出轨了，小三找到我家，你就是韩轩的女儿吧？我一愣，发现小三竟把我当成了我老公的女儿。于是我将计就计，老公生日宴上，各界名流齐聚一堂，满脸激动的老公，在看到我和小三手拉手开着直播等着他时，瞬间傻眼了。不出意外，互联网炸了，亲情长相守，真情在人间。大家好，我是秋兰，欢迎观看《真情人间》。我和韩轩结婚刚2年，他却变得频繁爱出差加班。刚开始我并没多想，毕竟我当初会选择和他结婚，也不是因为爱情。直到某天清早，韩轩出门上班后，我坐在温馨的客厅中，手中握着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突然，一阵急促而尖锐的敲门声打破了这份宁静。我不禁皱了皱眉，放下手中的杯子，起身走向门口。打开房门一看，是一个从没见过面的陌生女人。她温柔浅笑：“你好，请问这里是韩轩的家吗？”我揉了揉眼睛，打量的目光落在她身上，一身米色长裙，脚踩5厘米的高跟鞋，微卷的长发散下来，整个人显得精致而清纯。我很确定，以前从来没见过她。我一脸疑惑地看着她：“你是？”不等我说完，对方却主动拉起我的手，宠溺地打趣道：“你是韩轩的女儿吧？我是你爸的朋友，昨天他把外套落在我那儿了，今天给他送过来。”我爸，他竟然把我当成韩轩的女儿。我试探地问了一句：“阿姨好，你是我爸的女朋友吗？”对方把外套递了过来，双颊有些羞红：“你这孩子说话还蛮直接的，等你爸回来让他和你说吧。”我接过外套愣了愣，韩轩昨晚不是说他在公司加班到深夜吗？原来是忙着陪小三儿啊！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出来，拉住他的手往进拽：“阿姨，进来家里坐会儿吧，我一个人在家也挺无聊的。”女人羞红了脸，跟在我身后进了家门，笑着说了一句：“你和你爸长得还挺像的。”我笑了，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说我们俩长得像。随后露出招牌式微笑，乖巧地问道：“阿姨，您叫什么名字呀？还有，您和我爸是怎么认识的呀？”女人边四处打量着房间边回答：“我叫陈呐，你叫我陈阿姨就行。”我一脸好奇地看着她，无比认真地说道：“陈阿姨，你多大了？怎么会看上我爸这个老男人呢？”陈娜低下头，害羞似的摆摆手：“别这么说，你爸也就比我大了6岁而已。”我笑着点头，继续问道：“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陈娜看着我浅浅笑着：“我就是一个普通公司的小职员。”声音顿了顿，又继续说道：“其实咱们见过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那次在饭局，你爸爸带着你，我才知道原来他有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儿。”我一听就笑了：“陈阿姨，我爸平时都怎么说我的呀？”陈娜笑盈盈地打量着我，说：“你乖巧、懂事，长得还漂亮。”呵，这个老色批，看到美女就装单身。不过我身高1.6米，身材偏瘦，比韩轩小了整整12岁，平时又注重美容保养，说是他的女儿也没人怀疑。我继续追问：“那陈阿姨，你和我爸爸是怎么认识的呀？”说到这，陈娜抿嘴低下了头：“那个，我去他们公司送文件，不小心把文件弄丢了，你爸他就帮了我一下。原来是英雄救美呀！”就在我正准备追问细节的时候，陈娜的电话响了：“那个，今天阿姨还有事，就不陪你玩了。这样，马上就到中午了，你记得好好吃饭啊。”说完这句话，从包里抽出1000块钱递给我：“下次咱们在一起玩，你有什么想要的，都可以和阿姨说。”阿姨先走了，我立马把钱接了过来：“谢谢陈阿姨，欢迎你常来。”韩轩回到家的时候，
我刚洗完澡，躺在沙发上贴着面膜，他满脸爱意地朝我走来。老婆，今天心情不错呀，有什么好玩的事？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今天认识一个新朋友，还挺有意思的。韩轩一脸温柔地看着我说，如果在家待着无聊，可以请好朋友来家里做客。我嘴角含笑地看着他，点点头说了2个字，好啊。就在这个时候，陈娜发来了好友申请，我刚通过，紧接着她就发过来好几张照片，精致的家常菜，真棒。没想到她还是个贤妻良母，手指一点，彩虹屁源源不断的输出。陈阿姨你好厉害，这些饭菜一看就很好吃，我爸以后有口福了。随后我发了一条仅陈娜看到的朋友圈，谁能比我更幸福？以后再也不用吃外卖了。1分钟后，陈娜评论了一个害羞的笑脸。临睡前我又发了一条朋友圈，马上就是我的25岁生日了，好想要一个香奶奶的新款包包啊！这还没完，我又在下面加了一条评论，送我包包的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人。发完朋友圈，我乐滋滋地卸了面膜，这才去睡觉。果不其然，2天后我收到一封快递，正是香奶奶家价值5位数的经典款，背在身上就是好看。陈娜为了讨韩轩这个老男人的欢心，还真是煞费苦心，这才刚认识，就这么舍得给我花钱。晚上韩轩回了家，我特意把包背在身上，问他好不好看。韩轩眉眼不耐地说了一句，真搞不懂你们这些女人，明明都有那么多包了，还买，呵，舍不得花钱就直说。我继续发了一条朋友圈，仅陈娜可见。天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漂亮又温柔的阿姨，简直太爱了。底下配了一张我对着包包犯花痴的图片。陈娜当即发来消息，你喜欢就好，等哪天你爸休息了，咱们一起去逛街。听到这话，我忍不住笑了。韩轩马上就快过生日了，到时候他看着我和陈娜一起出现的场景，表情一定很精彩。陈阿姨，你以后不用这么破费送我礼物，要是被我爸知道了，他会骂我的。陈娜，这是我们2个的秘密，我不说你不说，他怎么会知道？听到这话，我装作为难的口吻，陈阿姨，能不能不要告诉爸爸咱们已经见过面的事啊？这样以后你们结婚了，爸爸一看咱们关系这么好，岂不是给他一个惊喜？陈娜，当然可以，这是咱们的秘密。是啊，秘密，只有我们2个知道的秘密。我猜韩轩到时候一定会很惊喜。韩轩晚上下班，看着我和陈娜逛街买的一堆衣服，眉眼间闪过一丝阴郁，长长吸了口气，你怎么又买这么多东西？你这，我也不是说不让你买，就是总得给咱们以后考虑考虑吧。我无比认真地点了点头，老公你说的有道理，但这些都是别人送我的，1分钱都没花。韩轩哼了声，怎么可能？这些东西都是名牌奢侈品，哪个傻子会送你这么多？我似笑非笑地看着韩轩，嘿，你别说，还真有，就是那天我和你说的那个，改天我带回家让你们见见面。韩轩听到这话也不再说什么，以为我成功打入了富婆圈，还想利用人脉给他的事业添砖加瓦。我和韩轩是相亲认识的，大学一毕业我就嫁给他了。准确地说，他图人，我图财。自从结婚以后，他就劝我安心在家做全职太太，每个月5万块钱的零花钱。那个时候，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你在家好好休息，以我现在的收入水平，足够养你。等时机一成熟，咱们就要孩子。”我刚开始确实也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假装同意了。毕竟比起上班，
我还是更喜欢这样躺平的生活。我需要做的就是把他当成老板，尽力照顾好他的心情。与此同时，为了不在婚后失去自我，拍起了短视频，成为小有名气的博主。寒暄回来后，捧了一大捧玫瑰花，单膝跪地，满脸深情：“老婆，你为我们这个家付出了太多太多，我不会辜负你的。咱们家有一个人辛苦就够了，你就在家好好休息。”我看着怀里的那一大捧玫瑰花，笑着点了点头。从那以后，我们越来越没有共同话题，除了衣食住行，他的心思不再放在我身上，在婚姻里开启了小差。不过我对他也早已经没有任何奢望，离婚也在我的计划之内，只是迟早问题。陈娜不是我知道的第一个女人，但绝对是第一个这么单纯的。怎么说呢？单纯的让我有立马让位的打算，但我不忍心，这么傻的女人绝对不能步入我的后尘。寒暄她既然敢玩火，就要有玩火自焚的准备。寒暄还沉浸在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的美梦中，殊不知我给她准备了一个巨大的惊喜。自从上次来家里拜访以后，陈娜自觉承担起了后妈的职责，照顾我的生活起居。早饭记得吃，少吃垃圾食品哦。最近有演唱会，你想不想去看？更是隔三差五送我一个小礼物，回回都是限量款。我现在算是知道他为什么能看上寒暄了，不是寒暄手段多高，而是这姑娘还真是容易被骗。她对我也是真的好，给我花起钱来和扔纸一样。就算寒暄一个月给我5万块钱的零花钱，也经不起这么造。我忍不住好奇地问了一句：“陈阿姨，你一个月工资多少啊？这样买够花吗？”谁知陈娜却掩嘴笑了：“阿姨跟你说，你不用因为这个担心，你爸给了我一张卡，足够咱们俩日常花销。”说完亲昵地拍了拍我的手，我只能笑着点头说好。没想到寒暄竟然这么大方。陈阿姨，你和我爸爸在一起这么久了，他就没和你求婚吗？我好希望你们能早点结婚，这样我每天都能见到你了。陈娜的脸上涌上一片粉红，眼神夹着羞涩。你爸爸提过要见我的父母，只是最近我爸妈都不在国内，得下个月才能回来。哦，我松了口气。还好只有一个傻陈娜入了圈。谁知他接着说道：“但我爸妈说了，只要我愿意，他们就愿意。”说完还用怜爱的眼神看向我。其实我现在主要担心的是你，我和你爸结婚，你真的能接受我吗？我听你爸说，他们刚结婚生下你以后，2个人就离婚了。这么多年，你一直和保姆生活，委屈你了。我连连点头，真的委屈，委屈死了。我好好的一个大活人都死了这么多年，能不委屈吗？周末的时候，陈娜再一次约我出去逛街。你爸快过生日了，咱们一块儿出去给他挑一个生日礼物。他试探地问道。我却满不在意地挥了挥手，应该的，我爸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必须给他买礼物。到时候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陈娜见我真心实意的愿意接受他，兴致冲冲的带我买了好几件衣服。第3天，寒暄打电话说他要加班，让我今晚别等他。老公，那今天的工作岂不是很忙？需要我帮忙你就发给我。咦，加班还穿这么正式啊？我装作不知情，明知故问道。寒暄一早上的嘴角就没压下去，哼着小曲，乐滋滋地反复调整着领带的位置。听到我的话，他不自然地咳嗽了一声，然后故作镇静地回道：“这不是你说的吗？穿得正式了，别人才会重视你，工作更应该这样。”仿佛觉得自己说的有道理。寒暄说完不住地点头：“好吧，老公，一切顺利。还有等你晚上回来，我给你过生日。”
我温柔地说道。寒暄一脸感动的模样。谢谢老婆，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是吗？我抿了抿嘴唇，未必吧。晚上，我按照陈娜给我发的位置，来到了他们吃饭的地方，在他们隔壁的包间里落了座。房间的隔音效果很好，但还是隐隐约约听着寒暄吹牛皮。娜娜，你放心，等再过一段时间，我一定会风风光光的娶你进门。我呸，稳定，我的工作太稳定了，我们董事长可器重我了，等找机会就要把我提上去。我接着呸，狠狠喝了一大口水，压住心里的恶心，这才拿起手机给寒暄打去电话。嘟嘟嘟，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这孙子果然不敢接我的电话，继续打。寒暄，是不是公司有急事啊？有事你就先忙。好，那我先出去接个电话，一会儿回来陪你。说完，拿着手机走出了包间，约莫往前走了2步，正好停在我所在的包间门口，有些没好气。什么事啊，老公？你的声音怎么这么低？没等他想好理由回答，我就体贴地换了话题。也没什么，我和朋友在百味轩订了包间，想问问你几点能忙完，给你过生。什么？你订了百味轩的包间？寒暄着急地打断我的话。是啊，我们就在205。哎呀，本来想订203，谁知道人家都订出去了。这一次门口寒暄的声音消失了，不知道他躲到哪个地方，他肯定着急呀。205是他们现在的包间，我就在他隔壁。这场与陈娜的2人约会，可是随时会被我发现的哦。那个，老婆，我这边信号不太好。喂，我隔着门缝看见寒暄踮着脚尖，蒙着头，悄摸摸地回了隔壁包间。很明显，声音没有再传来。10分钟后，我又给寒暄发去消息：老公，你不用接我了，我已经到了门口了，一会儿你从公司加完班直接过来就行。心虚的寒暄不知道用了什么借口，只见10分钟后，他找借口说是去洗手间，期间一直疯狂地给我打电话，我都装作没看见的样子。笑话，既然已经准备了这场戏，怎么也得让他唱下去。等他过来203包间的时候，一眼就看到了我和陈娜笑着聊天的场景，当场失声怒喊：陈娜，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装作不理解的样子，这是我给你准备的惊喜，怎么样，开不开心？寒暄僵硬着脸点头，全程心不在焉。晚上回家临睡前，陈娜又给我发来了消息，我觉得你爸今天晚上很不对劲，明明刚开始和我吃饭的时候还说要和我结婚，后来就不说话了，你说他是不是在骗我？我配合的回复：应该不是吧，你可能想多了，他就是公司有点忙而已。陈娜有些幽怨地和我说了今天的情况，最后总结了一句：有事业心也挺好的。我笑了，他哪里是有事业心啊，他是有贼心没贼胆，不过会快，他的贼心也会显现。和陈娜接触已经不到1个月了，他对我这个寒暄女儿的身份一直深信不疑，而且凭着这么久我和他的了解，可以很肯定，陈娜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小三了。我很想和他实话实说，又怕他对寒暄感情太深，不实话实说又不忍心这么一朵鲜花栽到牛粪上。谁知道机会很快就来了。周末，陈奈约我去逛街，刚点好奶茶坐下，隔壁桌2个女人就厮打在一起。死贱人，当小三破坏别人家庭。他说你们感情早就破裂了，他爱的人只有我，感情里不被爱的才是小三，是你拖着不离婚，你才是我们感情里的小三。2个人互相辱骂殴打，陈娜护着我躲在一边。陈阿姨，你怎么看？我低声问道。陈娜一脸气愤，我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听说当小三当得这么理直气壮的，太可恨了。看着他脸上的表情，不像作假。我尝试着开口坦白，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被小三了，你会怎么办？陈娜脸色一白，直接愣在了那里。我没等他发出疑问，我直接开口，你猜的没错，寒暄一直在骗你，我不是他的女儿，他也不是我的爸爸，我是他结婚证上合法的妻子。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但这就是事实。陈娜听到这话，下意识地后退一步，双手紧握，连着做了好几个深呼吸，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她没有想到，那个对她体贴入微、满目深情的男人，只把她当成其中一个。直到看见我手机里的结婚证照片，才不得不相信这个事实。尽管愤怒、难过充斥了整个胸腔，还是选择向我道歉。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他的妻子。如果知道的话，我不会介入你们的婚姻，这是我做人的底线。我摇摇头，这件事错的不是你，是他给了你错觉，让你以为他只是一个离异独自抚养女儿的中年男人。我们都一样，都是受害者。该道歉的人是寒暄，就算不是你，也还会有别人。据我所知，自从结婚以后，和他暧昧不清的女人就有好几个，所以我希望你尽快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如果你还想和寒暄在一起，那我尊重你的意愿；如果你想报复他，那么我们可以联手。陈娜沉默了许久，她的眼神从最初的迷茫和混乱，逐渐变得坚定而锐利。终于，她抬起头，眼中满是决然的神色，一字一句地说道：“我要报复他，我不能让他就这样欺骗我，玩弄我的感情。他把我当成什么了？一个可以随意摆弄的玩偶吗？不，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陈娜紧紧咬着嘴唇，双手因为愤怒而不自觉地握成拳头。晚上寒暄下班回家的时候，一脸醉醺醺的模样，刚进门就扯下领带，随意扔在地上，一双皮鞋拖得东倒西歪。我端着一杯白开水向他走过去，装作体贴的模样抱怨了一句：“怎么又喝这么多？”寒暄接过水杯，抬头看向我的一瞬间，瞳孔瞬间放大，一口水喷了出来，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陈娜，一脸菜色，右手指着我们两个，不断后退，说不出一句话。我笑着骂他傻样，以后陈娜就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我早就知道了，放心，我不会介意的。以后我们三个住在一起多好啊，你说是不是？寒暄疯狂摇头，以为我在和他说笑，努力为自己辩解。老婆，不是你想的这样，我不是故意要背叛你的，是他勾引我的。我一步步向他靠近，想要扶他站起来，可寒暄却一个劲的后退，碰都不敢让我碰一下。敢做不敢当的怂包，心里虽然嫌弃，面上却没有表现出什么，依旧笑眯眯地看着他。老公，你别担心，我知道的，你心里一直有我，到我们结婚都2年了，你又这么优秀，难免失去新鲜感。只要你以后还是像现在这样按时回家，我和陈娜可以和平相处。他一脸惊讶地看着我和陈娜点头，恐惧的神色慢慢消失，随后抬头看着陈娜：“所以你是？”陈娜笑了：“我是来加入你们的。你太太已经怀了2个月的身孕，总有不方便照顾你的时候，所以我搬过来，这样不是皆大欢喜吗？”寒暄听到这话，当即挺直了腰板，一脸欣喜地看着我：“老婆，你真的太好了，还有娜娜，能遇到你们2个，我真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说完，狠狠在我脸上亲了一口，又把陈娜揽在怀里，坐享其人之福。只可惜，
她当天晚上就被我用怀孕的借口赶到了陈娜门口。陈娜借口说生理期肚子疼，把她赶到了客房。就这么过了几天，韩轩忍不住了，开始在外面找小四、小五。当我和陈娜得到消息杀过去的时候，韩轩正衣衫不整地躺在那个女人旁边，看到我们两个以后，慌乱不堪，一副语无伦次的模样，着急为自己辩解。陈娜拍下照片后，对我比了一个 OK 的手势，我们哭着朝她扑了过去，又打又骂。韩轩应接不暇，根本没有时间理会刚刚和他在一起的女人到底是从什么时间离开的。好巧不巧的就是这一幕正好被酒店里的其他客人拍了下来，把韩轩衣衫不整、满脸窘迫的模样上传到网上，被制成各种各样的表情包，火遍全网。韩轩最近这段时间心情一直很郁闷，几乎连家门都很少出，在公司被当作笑话，在家更是连个屁都不敢放，跪在搓衣板上道歉：“老婆，我错了，我只是犯了大多数男人都会犯的一个错，你原谅我好不好？”我和陈娜按照事先商量好的那样，都假装成生气的模样。无奈之下，韩轩只能哄完这个再哄那个，忙得焦头烂额。最糟糕的是，因为舆论的发酵，韩轩的公司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股价一直在跌。他需要我配合他出席记者会，平息这场风波。只要我一天不肯答应原谅他，他的损失就会越惨重。最后实在没办法，只能拿出公司15%的股份转到我名下，即使以后离婚，这部分股份也只属于我一个人。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和陈娜相视一笑，加上这段时间我们低价买入的股份，已是名副其实的二股东。得到股份之后，我站出来替韩轩澄清之前的舆论新闻，当众秀起了恩爱。不管别人相不相信，毕竟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只要我不愿意追究，谁都不会说什么。事情逐步平息，我得到了需要的股份，而陈娜也得到了一大笔经济补偿。韩轩自以为息事宁人，其实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在等着他。那天他睡的女人也不是什么普通人，而是我和陈娜精心为他准备的惊喜。那个女人是本地黑暗势力老大的女人，自己的女人被一个老男人睡了，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咽下去这口气？所以韩轩不出意外地出了车祸，肇事司机逃逸，而那段路程正好没有监控。遭遇车祸的韩轩身体多处骨折，再加上脑震荡，需要住院观察。这样一来，公司的事情就无法顾及，刚好我的专业对口，公司的事情就只能交到我手里。再加上陈娜的帮助，说实话，管理公司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难。在陈娜的精心照顾之下，韩轩的身体虽然看着有所好转，但目前却只能继续待在医院。当我熟悉公司的组织架构之后，开始不动声色地慢慢进行人事变动。公司里的各种小事，陈娜也会事无巨细地和韩轩报告。但由于他的身体状况恢复得不是很理想，每天打针吃药，被关在病房里的生活已经让他很痛苦，索性让出了公司的管理权，全权交给我负责。而这就是我和陈娜想要达到的效果。只要绕过韩轩，公司里很多事情都会变得好办许多，尤其是之前一直跟在韩轩身边的秘书，很多事情都是经由他手。我深知与韩轩的秘书建立良好关系是获取关键信息的重要一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开始精心策划一系列行动。首先就要对韩轩秘书的日常工作和生活进行了深入了解。
通过各种渠道，包括社交媒体、公司内部的交流平台，以及向其他同事的旁敲侧击，逐渐拼凑出了秘书的兴趣爱好、性格特点以及工作习惯。每天早上在公司相遇时，陈娜都会热情地打招呼，顺便关心一下她的工作进展和生活状况。中午用餐时，如果碰到她自己一个人，也会主动邀请她一起就餐，在轻松的氛围中分享彼此的生活趣事和工作心得。随着交流的增多，我开始引入一些关于寒暄的话题，小心翼翼地试探着，从不表现得过于急切或刻意。刚开始他只是简单的附和几句，但随着对陈娜信任的逐渐增加，也会偶尔透露一些寒暄在工作中的特殊要求或者一些不寻常的决策。陈娜耐心地倾听着秘书的每一句话，从中捕捉到一些细微的线索。她知道不能操之过急，所以每次交流都会适可而止，不会让秘书感到有任何压力。一直在医院养病的寒暄可能是得到消息，整个人变得焦躁不安起来，甚至提出想要回公司上班的想法。我板着脸把汤碗放在一边的桌子上，眼泪一个劲地掉了下来。寒暄，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体谅你孤独，想要找一个人排解寂寞，所以主动把陈娜带回了家。我一心为你，到头来你却怀疑我。早知道这样，我还管你做什么？浑身是伤的寒暄脸上的表情尴尬又愧疚，只能一个劲地道歉。老婆，我不是那个意思，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你别生气。我看着他不说话，他又凑过来赔礼道歉。为了让寒暄不再注意公司的事儿，只能想办法转移他的注意力。那个时候，我和陈娜正在病房门外聊天，一个陌生女人就找了过来，气势汹汹地冲进寒暄所在的病房。私生活一向混乱的寒暄当时都懵了，一脸疑惑地看着眼前的女人。你是谁？话还没说完，女人脸上的表情更加难看，拿起包包就砸了过去。寒暄，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这才多长时间，你连我是谁都忘了？满身是伤的寒暄想方设法地躲避，只能努力去回想名字。你是倩倩，倩倩对不对？女人当场破口大骂。我叫珊珊。什么倩倩？哪来的倩倩？你把事情给我交代清楚！你竟然敢背着我找别的女人！花钱请来的演员就是敬业，一个薄情的男人就是对他最大的羞辱。手上打人的动作又重了几分，寒暄被打得滋哇乱叫，边求饶边呼喊救命。珊珊，我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再说感情的事情都是你情我愿啊，既然已经过去了，你就别再抓着不放向前看，难道不好吗？眼看着时间差不多，我走了进去。寒暄，他又是谁？你们在做什么？女人冷哼一声，拿起一瓶矿泉水直接浇在了寒暄头上。认识你这样的渣男，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说完，拿起自己的包向门口走去。寒暄看着离开的背影，一脸不甘心的怒吼：你不能走，我要报警，告你故意伤害罪。我没有阻止他的动作，缓缓走到他的面前。刚才还在叫嚣的寒暄当时就蔫了。老婆，我错了，我发誓，发誓这是最后一次。说完，眼神示意想让我扶他起来，浑身湿漉漉的，整个人狼狈不堪。陈娜见状，找来了主治医生。经过检查，他前不久恢复好转的右腿骨折的地方，再一次回到住院以前，也就是说，寒暄短时间内出不了院，更别提回到公司，简直想都不用想。期间一直喊疼，
想找人吐槽和抱怨，但看到我和陈娜脸色不好，又只能把话憋回去，继续忍着。当天下午，韩轩直接在手机上大额转账，给我转了500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对他的态度才逐渐好转。在陈娜的悉心照顾下，韩轩终于恢复了以前的生活，整个人变得松弛享受起来。在他懒洋洋地躺在医院养病的这段时间，原本紧握在他手中的权力，也一点一点转移到了我的手上。通过这段时间的努力和耐心的交流，陈娜成功地与秘书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逐步获取了韩轩在公司内部的一些不规范操作信息以及重要文件的存放位置。望着眼前堆积如山的材料，我们深知接下来的每一步都至关重要。于是，我们怀着忐忑又满怀期待的心情，咨询了一位在业内声名远扬、经验丰富的专业律师。这位律师名叫林正，他在业界以严谨和公正著称。当我们走进林正律师的办公室时，紧张的手心冒汗。林律师的办公室布置简洁而庄重，书架上摆满了厚厚的法律书籍。他面带微笑，示意我们坐下，眼神中透露出专业和自信。我们急切地向他讲述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并将辛苦收集来的证据一一展示给他。林律师认真倾听着，不时拿起一份文件仔细查看，时而微微点头，时而陷入沉思。经过一番详细的研究和询问，林律师终于开口说道：“这些证据很有价值，但还需要进一步的梳理和补充，以形成更完整、更有力的证据链。而且在法律程序上，我们也需要精心策划。”听到他的话，我们既感到欣慰，又感到压力倍增，但我们坚信，在林律师的帮助下，一定能够让正义得以伸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与林律师紧密合作，他耐心地指导我们如何对证据进行分类、整理和标注，告诉我们在法庭上可能会遇到的各种情况以及应对策略。在整个漫长而又充满风险的行动过程中，我们必须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全神贯注地留意周围的一切风吹草动。我们的每一个举动，每一次交流，都要谨慎再谨慎，尤其要特别注意，绝对不能让韩轩察觉到我们正在暗中进行的行动，哪怕是极其细微、不易察觉的蛛丝马迹，哪怕是一个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异样眼神，或者是一句在不恰当的时机说出的话语，都有可能引起他的怀疑。一旦我们敏锐地捕捉到哪怕是最轻微的可能被察觉的迹象，都要毫不犹豫地立即停止当前正在进行的行动，迅速且冷静地改变策略，重新规划下一步的方向。对于这些来之不易、至关重要的证据，我们务必要做好周全的备份工作，并且采用先进且可靠的加密技术对其进行保护。每一份文件、每一段影像、每一个证人的证词，都可能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我们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大意，要防止韩轩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反侦查，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他销毁这些能够揭露其罪行的珍贵证据。备份要做到多渠道、多地点，加密要采用复杂且难以破解的算法，确保证据的安全性和完整性。我们要充分做好应对韩轩可能发起的反击和威胁的准备。他或许会动用各种资源，采取各种手段来阻碍我们的行动，甚至可能会对我们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所以，在必要的时候，我们绝不能犹豫，要果断地寻求警方的保护，提前与警方
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向他们详细说明我们所面临的情况和潜在的危险，确保在关键时刻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支援和保护。漫长的等待，无数次的奔波，那些充满焦虑与不安的日夜，在这一刻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我们赢了，韩轩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城市的喧嚣声仿佛都被我们内心的激荡所掩盖。韩轩所在的医院，平日里的宁静被司法机关人员的到来所打破。他们身着整齐的制服，步伐坚定而有力，每一步都仿佛带着正义的力量。我和陈娜早早的就等在了医院的角落。当看到司法机关的车辆驶来，我们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我深吸一口气，声音有些颤抖地对陈娜说：“陈娜，你说这一天真的来了吗？我感觉有点不太真实，就像在做梦一样。”陈娜的眼眶微红，双手不自觉地握紧，回应道：“这是真的，我们付出了这么多，还好这一天终于到了。”我感慨万分。是啊，像他这样的人就应该去死。陈娜点点头，有些紧张地搓了搓手，不知道韩轩现在是什么心情，他可能还在做最后的挣扎。我冷哼一声，他再怎么挣扎也没用，证据确凿，他逃不掉的。陈娜皱起眉头，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突然狗急跳墙，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道：“放心吧，有司法机关的人在，他翻不出什么浪花。”陈娜握紧拳头，这次一定要让他为自己的罪行付出沉重的代价。我笑了，目光中充满了期待，相信法律会给他一个公正的判决，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紧张、期待、解脱，各种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韩轩被病房里的医护人员通知，他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如纸。当司法机关的人员走进病房，依法向他宣读相关的法律文件和决定时，他情绪激动地大喊：“你们不能这样对我，我是被冤枉的。”司法人员严肃地回应：“证据确凿，你的狡辩毫无意义。”韩轩眼神中充满了绝望和恐惧，他试图挣扎，试图为自己辩解，这都是误会，是有人陷害我。我和陈娜站在不远处的走廊尽头，透过病房的窗户，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切。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我们身上，却没有给韩轩带去丝毫的温暖和希望。他的脸上写满了懊悔和绝望，但这一切都无法改变他即将面临法律严惩的命运。陈娜笑着说：“你看他现在的样子，像不像一条丧家之犬？”我点点头，感慨道：“这就是正义的力量，没有人能逃脱。”陈娜转头看向我，目光坚定：“我们做到了，为我们讨回了公道。”我重重点头：“当然，这只是开始。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韩轩被带出病房，经过我们身边时，他停下脚步，眼神中充满了怨恨，咬牙切齿地说：“是你们毁了我，我不会放过你们的。”我直视着他，冷冷地说：“这是你应得的报应。”陈娜也毫不退缩：“你以为能一直逍遥法外吗？正义虽会迟到，但从不缺席。”韩轩低下头，不再吭声，被司法人员带走。我和陈娜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久久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陈娜打破沉默：“接下来，我们也要继续努力，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我微笑着看着他：“当然，一起加油。”那一刻，阳光似乎更加灿烂。我们知道，未来的道路或许依然充满挑战，但只要坚守正义，就无所畏惧。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
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